假设在一档有奖竞猜节目中，你有2个奖品可以选择，一颗钻石和一瓶水。这之间的选择十分容易，显然钻石的价值高于水。现在设想你面临同样的选择，但这一次你不是在有奖竞猜节目中，而是在沙漠中穿行数日，身体缺水。你的选择会不同吗？为什么？钻石的价值难道不是仍高于水吗？这就是著名的价值悖论，最先由经济学先驱亚当·斯密提出。他告诉我们，确定价值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在有奖竞猜中，你考虑的是物品的交换价值，也就是你之后能从中获得的价值。但在紧急情况下，比如前面提到的沙漠场景中，物品的使用价值更为重要，也就是在目前的处境中，物品对你的帮助有多大。因为只能从中选择一种，所以我们也要考虑机会成本，也就是如果放弃其他选择，我们会失去什么？毕竟，如果你根本走不出沙漠，那钻石能卖多少钱并不重要。在谈到价值悖论时，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会将这些考虑因素整合到效用这个概念中，也就是物品满足个人欲求或需求的程度。从基本的食物需求到听喜爱的音乐带来的快乐感，效用可以用于任何事情，自然也因人因境而有所不同。市场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跟踪效用的简便方式。简单讲，一件物品的效用可以通过你愿意为它支付的价值来反映。现在，假设你又回到沙漠中，但这一次每隔5分钟就会给你一颗新钻石或一瓶新水。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你会先选择足够全程使用的水，然后选择尽可能多的钻石。这是因为存在边际效用，也就是在权衡钻石和水时，你会将每多一瓶水得到的效用和每多一颗钻石得到的效用进行比较。每次得到水和钻石时，你都会做一次这样的比较。第一瓶水对你的价值可谓千金不换，但最后你会得到足够的水。一段时间后，每多一瓶水都会变成负担，这时你开始选择钻石而不是水。这不仅仅适用于水这样的必需品，大多数物品都是这样，得到的越多，每增加一单位获得的效用或享受程度会随之减少，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。购买2份或者3份最爱的食物，你可能会很高兴，到第4份你会心生厌恶，到第100份你可能就再也不想吃了。或者你可以花钱去看同一场电影，直到看腻或是花光所有的钱。不管是哪一种，你最终都会到达购买另一张电影票的边际效用为0的那个点。效用不仅仅适用于购物，还适用于我们的所有决定。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并避免收益递减，那就是不断改变我们使用时间和资源的方式。在满足基本需求之后，理论上我们会决定只投资对我们有用或会带来愉悦感的商品数量。当然，我们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有效地实现效用最大化又是另一回事。但重要的是记住，价值的最终来源是我们共同的需求，我们喜爱的事物以及我们的选择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，挑战您的认知，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